大家好，上回我有和各位分享有关于咒语的殊胜。其实呢，我们在持诵咒语，不管是显密、汉藏、佛教呢，都是非常推崇的。在我们汉传呢，有一个非常长的长咒，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，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。在藏传呢，也有大悲咒长版的。那尤其呢，在藏传佛教的最盛名，而且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六字真言呢，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Om Mani Padme Hum。所以这个咒语呢，其实在我们所有佛教徒的心目中呢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咒语、密咒，它其实呢，和我们所持的圣号，在就近圣义地而言呢，他们是无二无别的。但是我们在世俗地，我们一般人还会有所分别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说，那是不是持咒的加持力会比持佛菩萨的圣号来得更大，还是反之啊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。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呢凡夫啊，在这个部分去做很多的分别造作的心念。不管你是持咒还是持诵佛菩萨的圣号，只要是我们非常虔敬专一的去持诵呢，而且理解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持诵，这才是这个背后的殊胜的含义。因此呢，我们常常在禅中啊，也有在念佛参话头，就是一直持诵念7天，日夜不间断的。他那个在心念很专注在念诵佛号的时候啊，其实是让我们的心朝着所谓的止，我们有讲止观嘛，止观，它是在这个止上面呢的心念去做一个熏习、修行、磨练，就是让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心意心念啊，非常的专注，就是一句佛号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跳出来去想，是谁在念这个佛号，是谁在持诵这个咒语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变成一个是止观的观，不是只是前基础就是止嘛，把心止住在一念，而是观呢，你要把那个第一个层次一个阶段呢，心念要更为升华起来。要想这个念的人的念头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佛菩萨的咒语的含义又是什么，它带给我们的众生的利益和协助又是什么，它的发心又是什么，它的发愿又是什么。这应该是我们在持诵佛号或是念诵咒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。在我们佛教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六字大明咒，几乎每个人都会念诵。我想在这里呢，也和各位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。这个佛教啊，传到西方社会这儿呢，也不过就是差不多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。那时候呢，有一个仁波切呢，他有他自己一个亲身的经验，给大家一个分享呢，就是他有一次啊，在法会当中呢，传授这个六字大明咒的口传之后呢，他其中一个弟子呢，和他的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啊，在这个法会结束之后呢，大家都非常法喜充满，然后仁波切就和其中几位亲信吧，或是比较对他有信心的弟子们，就是坐在一个地方呢，开始就分享。那仁波切就问说：“你们觉得刚刚你们得到的这个六字大明咒的口传怎么样啊？”那其中呢，有一个弟子呢，就跟仁波切说：“太好啦，仁波切啊，这个是一个
很 lucky 又很 fortune， 就是又幸运又有福气，真是太好了。然后仁波切就考他说：“来，那你现在念给我听一下吧。”那这个弟子就念了，他说很简单，就是Oh, money back my home, money back my home。这是英文的意思，就是说啊，钱回到我家，钱回到我家，就是钱来吧，钱来吧。哇，把这个咒语呢听成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，让这个仁波切呢在场就是有点哭笑不得啊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呢，可以理解到说，我们众生在持诵佛菩萨的咒语心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呢是要用非常的无分别，而且非常虔敬无染的心来受持这个咒语啊，不应该是着重在是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就是众生的分别念呢，往往呢会在这个咒语持诵的时候，会对于他的这个虔敬心呢会有所增减。那你看这个仁波切的弟子呢，听到这个咒语，就是 money back my home， 就是钱啊来啊来，回到我家吧，他就觉得是一个非常 lucky， 就是很幸运的一个咒语哦，所以他就会很欢喜的去持诵它。但是呢，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到说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咒，它的真正的含义密意是在哪里。我们如果只是着重在这表象是在持诵咒语，只是在口诵而心不念诵的话呢，或者是只是着重在这个数字上面呢，而不着重在它这个意涵上去体悟、去理解的话，这样持诵也是有一些缺陷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深刻的理解到说，持诵咒语是源于诸佛菩萨的他的大悲心愿，想要利益所有一切众生而来做这个持诵，以菩提心来持诵，以不散乱心来持诵。那如此这样，我们持诵咒语或是圣号呢，就会有它非常大的殊胜的利益以及功德的。那我想今天呢，就短短的以这一个小故事和各位做一个分享，希望能带给各位一些启发。那也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